好，我们接下来就一下这个大伙都想看的波兰存档。这个存档难度并不大，但是要解救的话，还是有不少细节可以说一说的。在视频开始前，依然是先收一波硬币，日更太辛苦了，还请大伙多多支持。只要本期视频满5000硬币，明天就再给大伙更一个存档。以我目前的粉丝基数来算，5000硬币应该连志愿币都算不上，对于大伙来说不难吧？关于这个存档，我们先不着急操作，先讲讲具体的战略思路。首先，以我们目前的兵力，肯定是很难同时消灭德苏两个大国，只能挑其中一个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肯定是以消灭轴心国为主啊，因为轴心国的地比较富，我们抢下来之后能快速发展。其次就是部队的分配问题，以我个人习惯，我肯定是会把所有部队全部拉回家，然后集中起来进攻。但是这次就不能玩得这么随意了，主要是这位玩家在每个地上都修了要塞啊。这种高等级的要塞，我们一旦丢失的话，想要夺回是很困难的。为了能快速把这些主力集中起来，我们还是得先造一些田线师啊，把他们替换出来的话就好打多了。好在我们田线师要的装备和人力都不缺，看似人力不太够，但是我们可以招这个傀儡国的兵。波兰属东印度有140万的人力，先把在造的部队全部取消，然后复制一个它的编制。看了一下，最小的应该是这个3部师啊，这边就先把3部师复制过来，然后开始训练，点在我们的华沙，给它造满。关于我们的115个高达师，也是因为火炮的严重缺乏，很难发挥出实力，我们待会儿还是要给它改编的。具体怎么改，就是把火炮都给它删掉啊，删掉2个营的火炮，我们火炮应该就能节省下来了。然后多余的防空也不需要啊，我们缺了 1.5K 的防空，肯定是空边。之后的话就是用我们的步兵把战宽填满了，可以凑30宽，也可以凑36宽。关于要先打回哪些核心地也是有说法的，主要是为了我们的装备生产服务。我们现在装备生产很单一，主要缺的也就是钢。想要夺回钢资源，那我们就要打下卡托维兹还有西里西亚。没想到的是，波利联邦的核心已经涵盖到西里西亚了，所以拿回这边的钢资源，我们资源基本上就够用了。有一个长路归乡的国策，这位玩家并没有点，这个国策能给我们20%的核心攻防，持续1年的时间，还是很变态的。但是它的要求是投降进度高于60%，我们得控一下。等国策点完之后再继续进攻。大概的思路了解了，我们再来调一下科技。它这个科研明显是乱点的，我也没看到它造这个合成炼油厂，它搁这点加工啊。这时候完全可以把一些步枪的科技、火炮的科技升级了。大概先这样吧，然后建设方面把要塞全部取消，我们得修点基建和工厂了。82个民工种地还是挺快的，待会儿抢到资源区还能铺点基建。满级的密码部门顺带还能破译一下密码，可能也用不上了。军工和生产方面先不着急调，目前资源还没有夺回来。我们先把元帅线给它画一下，准备开始操作。在我们的集中进攻之下，很快就夺回了克拉科夫还有西里西亚。夺回核心地之后，我们的人力也涨了上来，资源也够了。这边我们重新调一下生产线和编制，因为资源受限，我们想要给部队增加实力，只能靠中坦了。中坦的近距支援炮是不需要乌的，但是还是因为资源受限，我们连这一个钢都要节省，那这边只能用机关炮了。相比于小型加农炮，虽然少了穿身和硬攻，但是便宜了1.5块，还是挺不错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用再造火炮了，可以全部取消掉。枪的话也不缺，也是留一个厂。后续缺钢的话，我们可以继续在这边铺基建啊。然后就是改现有的编制，
目前40万人力还是绰绰有余啊，先把我们多余的炮给替换掉，整一个标准的36宽，人力刚刚好能用完。后面我们要升级的话，就是把步兵一个一个换成中坦。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就先挂机，等这个长路归乡点完，我们再开始平推。理论上来说，如果我们求快的话，可以直接先消灭德国，但是我更喜欢发育啊，我们就先把自己的领土全部打回来，然后灭一下轴心国。在这边挂机等国策的时候，正好看看 AI 的部队实力啊。德军集结了7个师进攻我们的塞洛高地。虽然我们的金盾碎了，但是我们有2000防御，他拿头打啊！只能说波兰这个 buff 叠叠乐还是很离谱的，感觉我就这样一直蹲坑，能把苏德两家活活蹲死啊！这个德军的黄条都已经不满了，还是再让他多活一会儿吧。在这边静坐挂机了一会儿，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，我们没油了。接下来我们坦克要变成手推车了。这就有点小尴尬了，还好我们周围地里冒油啊，这边有6点油，实在不行我们就直接开始建炼油厂。但是考虑到我们有147单位的油存在罗马尼亚，我们最好的方案还是先打到罗马尼亚去啊。那下一阶段的进攻方案也基本上明了了，执行一下我们的罗马尼亚桥头堡计划，最快速度打到利沃夫，再冲向布科维纳。好，在这边挂机了2个月，也算是让德军缓了一下，不然的话打起来太轻松了。接下来就是利用我们这个长路归乡的20攻防，开始疯狂收复领土啊。至于剩余的国策，我觉得是没什么要点的了。如果需要部队的话，可以点一下这个东西计划；如果需要炮弹熊彩蛋的话，点一下火炮现代化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没啥用，那就存政治点，待会儿开一个总动员，再开一个广泛征兵，小小进攻一下凯尔采。在天气和地形双重 debuff 的情况下，还是翻了1倍，还可以。在我们步兵师集中突破之下，很快就与罗马尼亚打通了联系。我们的仓库里面也一下子多了130的石油啊，很快就把石油补满了。这边也可以找罗马尼亚把他的21个师全部要过来填线了。目前日产30辆中坦确实有点离谱了，谁叫这个存档太无敌了呢？由于人力实在太多，我们先切成广泛征兵啊，把这个 buff 给大家捡回来。接下来就是高强度收复核心了。右边的地太穷了，先不吃，先吃副的地。至于这些包围圈内的德军就不吃了，反正都是武装战俘营，放在这边还可以给我当空气墙。殖民地的部队已经帮我们把线填上了，这样每格留1个师就够了，其余部队全部调回来，集火一下。待会儿先拿下东普鲁士，正好罗马尼亚的部队帮我们守一下东线啊。这边都是沼泽地，我也懒得打了，别把我将领全打生病了。花了点时间修了一下战线，这下战线好看多了，就是这个意大利部队有点不老实啊，非要过来打个突出部。这块地太难打就不管了。正常来说我这时候划线也平推了，但是为了大伙看得爽啊，我还是全程手操好了。
原本我是准备把立陶宛一块夺回来的，但是想了一下，德国也快投降了，那我们不如直接把轴心国先冲了吧。本来是准备手操全程打完的，但是这个德军他不抵抗啊，他连兵都不放，我全手操有点太累了，我们还是划线吧，差不多这样吧，快速分了54个师出来，给他们编制再改一下，全部转成坦克标志，我们装备肯定是够用的，优先增加这个部队的装甲数量，目前每天50辆坦克，应该很快就能加满了，这边总动员加上人力啊，也全部开起来。Bracie mój ze stali, z tobą mnie na życie i na śmierć związali. Z tobą mnie na życie i na śmierć związali. Na znak żeś mi drogi, 德国目前还差一点投降，大概就是慕尼黑和维也纳了，我们去冲一下。Jeszcze oddam ci wiem, dziewczynie. A ty za to hucznie, wierny przyjacielu, zagrajże tym kulom, co lecą do celu. Zagrajże tym kulom, co lecą do celu. By się rozśpiewały w podniebnej pogoni. 好，到了9月底，德国总算是投降了。我们一下子缴获了巨量装备啊，仓库都补满，接下来就有充足的物资源了。把我们的坦克重新设计一下，直接改装为榴弹坦啊，61的软攻还可以。接下来的进攻方向还是先消灭法国和意大利啊。苏联这边部队往前走一下，填个线。
吃地方面没什么好说的，分比苏联多太多了，一口闷啊。欧洲吃的差不多就行了，其他的地实在懒得管，送给苏联了，他愿意填线就填去吧。意大利这边不用专门吃，正常会自动给的。接下来的对手就只剩下苏联了，美国不管，直接划线平推。我们合作政府做了75%，应该很快就能拿下了。这苏联投的有点太快了，我都没反应过来啊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。